在人类建造金字塔、长城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在石器时代生活了数百万年。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 99% 的历史，直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随着金属工具出现，石器时代才逐渐结束。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地球上依旧存在着一个几乎停留在石器时代的神秘部落，他们拒绝现代文明，甚至会用弓箭和长矛攻击所有靠近岛屿的人，而他们也被很多人称为最后的石器时代人类。他们就是北哨兵岛上的哨兵族。在孟加拉湾中心存在着一片由大约200座岛屿组成的群岛，这些岛屿大小差异很大，总共生活着30多万人，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其实和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其中有一座小岛却完全不同，那里就是北哨兵岛。这座岛的面积大约和纽约曼哈顿差不多，但那里没有高楼，也没有城市，只有大片海滩以及覆盖整座岛屿的热带森林。岛上生活着椰子蟹、海龟等动物，而周围海域则被巨大的珊瑚礁包围。不过，真正让这座岛出名的并不是环境，而是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整个部落人数大约只有35到400人，他们属于安达曼原住民的一支，也是当地6个土著族群之一。虽然这一地区其他部落同样多少有些排外，但哨兵族明显是另一个级别。多年以来，他们几乎拒绝与外界接触，甚至就连附近岛屿上的其他原住民其实也不了解他们。虽然最早发现哨兵族存在的人正是这些周边岛民，而更特别的是，直到今天，世界上依旧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真正知道该如何与哨兵族交流，因为他们的语言至今都还无法被分类，甚至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地球上最神秘、最孤立的一种语言。不过即便如此，周边岛民与哨兵族之间的接触历史其实依旧远比现代世界更多，而所谓现代文明第一次真正发现哨兵族，则是在1771年。当时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夜晚经过岛屿附近时，发现岸边出现了大量火光，那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哨兵族的正式记录。而接下来的近100年里，人类几乎再也没有获得更多信息。直到1867年，一次真正的接触终于发生了。当时一艘印度船只意外搁浅在岛屿附近的珊瑚礁上，由于以为这座岛没人居住，船员和乘客便直接登上岸边，并在那里搭建营地。而前2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到了第3天，情况突然变了。那天早餐时，一群人突然从森林里冲了出来，并直接发动攻击。后来幸存者描述那些人身材矮小，皮肤较深，短发，全身赤裸，身体似乎还涂抹着某种红色颜料。他们手持弓箭，不断朝海滩上的人群发动攻击。不过由于船员人数更多，最终还是利用石头与木棍暂时逼退了这些袭击者。随后哨兵族再次退回森林深处隐藏起来，直到后来搁浅的船员终于获救。虽然这次接触并没有造成死亡，但它却正式开启了现代世界与哨兵族之间那段极其混乱的关系。同时，这也是人类第一次真正与哨兵族正面接触，而这件事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小岛上居然生活着一个极度神秘的部落。随后大量探险者开始尝试登岛，希望进一步了解他们，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杰里迈亚·汉弗莱的人。就在同一年，他曾乘船靠近北哨兵岛，并观察到当地人似乎非常依赖捕鱼生活，而他们捕鱼使用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依旧还是石质箭头。也是在那次航行中，汉弗莱第一次意识到周边的安达曼原住民其实早就知道哨兵族的存在，但最终他还是没有真正登上这座岛。直到1880年，英国皇家海军终于决定正式尝试接触哨兵族。那支登陆队伍相当混杂，里面有武装水手、囚犯、安达曼搬运工等各种人，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踏上北哨兵岛。但就在登陆之后，哨兵族显然被吓到了，他们几乎立刻逃进森林深处，仿佛本能意识到这群外来者并不安全。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警惕并没有错。很快，登陆队便发现了一些被遗弃的村庄和道路。根据当时的记录，那里的生活方式非常原始，人们使用石头、木头以及骨头制作工具，看起来几乎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但很快事情开始失控，这支队伍发现了6名哨兵族人，
并直接把他们强行带回大陆研究。可问题很快出现了，那些被带走的哨兵族人开始陆续生病，甚至有人死亡，因为长期与世隔绝的他们身体根本没有接触过外界病菌。意识到问题后，英国海军最终又把剩下的哨兵族人送回了岛上，同时还留下大量礼物，试图表达歉意。但很显然，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改善双方关系，他们并没有从那次事件里吸取什么教训。而那场接触失败后，外界也一度减少了对北哨兵岛的调查，但这个部落很快又再次出现在新闻里，因为当时附近已经建立起殖民据点，偶尔会有逃犯误闯北哨兵岛，而几乎每一次结局都一样，哨兵族会直接杀死他们。最开始通常是弓箭攻击，最后在各侯确认目标死亡。最早记录这一情况的人是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总督理查德·坦普尔，他认为哨兵族几乎会杀死所有外来者，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人。曾经有一名流落在外的哨兵族人被人重新送回北哨兵岛，希望借此建立联系，但结果却完全相反。岛民不但没有接纳他，反而直接朝众人射箭，而那名哨兵族人自己也拒绝继续留在岛上。正因为这种极强的攻击性，加上过去发生过的死亡事件，所以在19世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没人再敢轻易登岛。直到20世纪后期，印度人类学调查局开始重新对北哨兵岛产生兴趣，而带头展开研究的人叫做蒂潘德。很多人认为他可能是世界上最了解哨兵族的人之一。几十年里，他不断尝试与这个部落建立友好接触，并多次靠近岛屿，而这些行动也逐渐让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哨兵族的生活。研究人员发现，他们会用树叶和草搭建简易棚屋，同时他们也已经掌握了用火。食物方面，他们会狩猎野猪，同时也会捕鱼、采集水果以及捕捉海龟。而在工具上，他们拥有鱼叉、渔网、竹制工具、木桶、藤篮、多尖长矛、弓箭以及石制工具等。这也说明他们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生存技术体系。而也是在这些接触过程中，研究人员逐渐发现，哨兵族对外来者的态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他们会接受外界送去的礼物，甚至还会朝研究人员挥手，但有时候他们又会摆出挑衅动作，像是在故意嘲讽对方。而更多时候，他们依旧会举起弓箭。这种态度也让很多研究者认为哨兵族对外界极度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很可能来自过去某些创伤性的接触经历。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依旧停留在石器时代时，一件事开始彻底改变这个部落。一艘名叫普里姆罗斯号的货船在北哨兵岛附近搁浅，由于哨兵族不断靠近，船员最终只能通过直升机撤离，但那艘巨大的金属船却永远留在了岛屿附近。而哨兵族很快发现了一件事，这些金属可以被制作成武器和工具。随后他们开始疯狂搜集船体上的铁块和金属碎片，甚至连后来负责拆船的工人都发现哨兵族会不断跑来寻找小块金属，而且相比以前，他们对这些拆船工明显友好了不少，甚至有人会主动拿香蕉和他们交换。更有意思的是，有人怀疑这可能并不是哨兵族第一次接触金属，过去漂流到附近海域的沉船或许早就改变过他们。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进入了金属时代，因为他们并不会冶炼金属，也不会自己制造金属工具，他们只是会利用现成的铁块进行加工，所以很多人依旧认为他们整体上仍属于石器时代社会。而更夸张的是，有一种理论认为哨兵族的祖先可能早在6万年前就已经与外界隔绝，那甚至比最后一次冰河时期还更早。也就是说，他们与最早抵达这片岛屿的人类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其直接的血缘联系。而有趣的是，自从获得大量金属后，哨兵族对外界的态度似乎也稍微缓和了一点，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金属。直到1991年，外界终于第一次与哨兵族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接触。那一年，由印度人类学家蒂潘德带领的考察队发现，哨兵族第一次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主动靠近海岸领取椰子。而当天晚些时候，另一批岛民虽然带着弓箭出现，但其中一名女性却主动伸手压下了一名男子已经拉开的弓。随后那些人也慢慢放下了武器。最后他们第一次赤手空拳地靠近研究人员，
而这场礼物交换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与哨兵族的和平肢体接触。虽然没人知道第一个真正碰到哨兵族的人到底是谁，但至少那一天双方没有发生冲突。随后印度方面甚至一度开始计划更深入的接触项目，包括种植椰子树、增加接触频率，甚至尝试进一步建立关系。但到了1994年，印度政府却突然终止了所有计划，并正式改为禁止接触政策，因为哨兵族开始再次变得警惕和封闭。于是后来，除非出现偷猎者、非法入侵者或者自然灾害，否则已经没人被允许靠近北哨兵岛。而巧合的是，就在这项政策实施9年后，一场真正改变整个亚洲的大灾难来了。2004年，印度洋海啸爆发，超过20万人死亡，整个亚洲沿海地区几乎都遭到重创。而考虑到海啸规模以及北哨兵岛本身并不大，很多人一度认为哨兵族可能已经被彻底抹去了。于是多支搜救队立刻乘坐直升机赶往岛屿查看情况，但他们看到的画面却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那场引发海啸的海底地震甚至直接改变了北哨兵岛本身，部分海床被抬升了将近 1.5 米，大量珊瑚礁直接露出海面，而岛上原本最重要的浅海捕鱼区也几乎被彻底摧毁，甚至整座岛还一度被分裂成3个区域。按理来说，这种级别的灾难几乎足以毁掉一个小型部落，但奇怪的是，哨兵族依旧活了下来，而且当搜救直升机靠近时，他们甚至还在朝飞机射箭、挥舞武器，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也让一些研究者提出一种有趣猜测，他们认为哨兵族过去时而友好、时而攻击的态度可能和部落自身状态有关。当资源充足、生活稳定时，他们会更排斥外界，而当遭遇危机时，反而可能会更愿意接触外来者。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但对哨兵族来说，最好希望这个猜测是真的。因为自从2004年之后，双方几乎每一次接触最后都见了血。2006年，2名非法捕鱼的印度渔民因为船锚失效，夜里意外飘到了北哨兵岛附近，结果第2天他们就被哨兵族杀死了。而更诡异的是，后来人们发现哨兵族居然把尸体插在竹竿上，面朝大海，像某种警告一样。随后印度方面曾试图用直升机把尸体带回，但哨兵族再次朝直升机疯狂射箭，最终任务只能取消。而更奇怪的是，后来人们又发现哨兵族似乎主动把尸体埋了起来。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在试图安抚那架巨大的飞行机器。之后整整12年，几乎再没人敢靠近那里，直到2018年，一个26岁的美国传教士出现了，他叫约翰·赵。这个人无视过去所有警告，坚持想登岛传教，甚至多次偷偷尝试接近哨兵族。而在接触过程中，他也记录下了一些细节，比如哨兵族交流时会发出大量高频声音，同时配合各种动作和手势，而他们对约翰·赵的反应则同时带着好奇、困惑和敌意。有一次，当他试图送礼物时，一名男孩甚至朝他射出了一支金属箭头的箭，那支箭直接扎进了他胸前的圣经里。正常人看到这里大概已经会立刻离开，但约翰·赵没有。几天后他再次登岛，而那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有人看到哨兵族正在海边掩埋他的尸体。而到了2023年，又有3名渔民疑似误闯北哨兵岛后被杀。可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直到今天依旧有人试图偷偷登陆这座岛，甚至有人为了猎奇和流量冒险靠近这里。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应该继续打扰他们吗？因为直到现在，人类对哨兵族真正的了解其实依旧少得可怜。而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孤岛部落来说，也许与世隔绝才是他们真正活下来的原因。